7月的武汉真的是个能把人烤化的大火炉。7月7号那天，气温飙到了33度，空气里都是黏糊糊的热浪。你要是去过那种老式的体育馆就知道，一旦空调罢工，里面简直就是个密不透风的大蒸笼，连呼吸都觉得烫肺。那天晚上的演唱会，台下真的是惨不忍睹，观众们热得直翻白眼，衣服贴在身上难受的不行。连平时看着挺壮实的安保大哥都急得一路小跑，满头大汗的往外抬那些中暑晕倒的人。可就在这连站着都费劲，空气都快要凝固的环境里，台上那个男生硬是顶着能把人蒸熟的高温，一口气连唱了2个多小时，你能想象那个画面吗？汗水根本不是流下来的，是顺着脸颊往下砸的，流进眼睛里，刺痛的睁不开，但他连揉一下的时间都没有。就在他抬手快速擦汗的那一瞬间，眼皮上的双眼皮贴被汗水泡开了胶水，啪的一下，就这么直愣愣地掉在了睫毛上。换做别人，可能早就慌了，或者赶紧背过身去处理，怕破坏了形象。但他没有，他看着镜头，自己先没绷住，对着话筒轻轻笑出了声，还特别自然地调侃了一句：“这下好了，限量款单眼皮，全网估计就我这独一份了。”看到这儿的时候，我心里挺不是滋味的，甚至有点想哭。干过重体力活的朋友都懂，在33度的大闷罐里熬上2个小时，哪怕只是站着不动，衣服都能拧出水来，更何况他还要满场走位，连唱带跳，脖子上青筋都爆出来了。这本来是个挺让人心疼，也挺让人敬佩的敬业场面，可是呢，现在的网络风向往往就是这么让人无奈，甚至让人觉得荒诞。大家似乎根本不关心你在台上流了多少汗，也不关心你嗓子是不是已经唱劈了，更不关心你体力是不是已经透支到了极限。有那么一群人，他们拿着8倍镜，专门从2个多小时的演出里一帧一帧的抠画面。然后他们截下了他穿着粉色裙摆，戴着猫耳朵，披着轻纱，身上闪着亮片的几秒钟，把这几张图往微博上一发，配上几个加粗的大字：男艺人穿成这样，内娱真是没底线了。紧接着评论区就炸了，铺天盖地的嘲讽涌了过来，娘炮、恶心、男不男女不女，什么难听的词都有，仿佛不骂2句就显不出自己的正义感。我有时候真的挺纳闷的，一个人凭着自己的真本事吃饭，在一个大火炉一样的场馆里，扯着嗓子干了2个多小时，嗓子顶着极高难度的音域，衣服一套接一套的换，把最好的状态留给买票进场的观众。结果你们不去看他的业务能力，不去感受他的舞台诚意，就死死盯着人家衣服的颜色，还有眼皮上掉下来的那点胶水做文章。平时咱们上个班，办公室空调开到26度，稍微有点闷，我们都想抱怨2句。老板要是让多加半小时班，心里估计早就骂开了。可人家在台上穿着那套金属冷调的西装，还有那件暗银色的背心，看着跟科幻电影里硬核的基建工人似的，那种力量感其实挺足的，但没人看网络上的流量，就像是一群嗅到血腥味的鲨鱼。他们对那些踏实的、辛苦的部分视而不见，专挑那几秒钟最柔、最抓眼球的画面截屏，然后疯狂地带节奏说起周深这个人。老实讲，我早年对他并没有太多的关注，对他的印象还停留在好些年前中国好声音的舞台上。我还记得当时他一开嗓，那种空灵干净的声音一出来，评委庾澄庆直接脱口而出了一句：“这声音真的不像男生。”话音刚落，台下的观众哄堂大笑，那个场面现在回想起来都觉得挺尴尬，挺残忍的。他愣在台上，手足无措，只能勉强挤出一个略显僵硬的笑脸，眼神里闪过一丝慌乱。后来我慢慢去了解他，才知道那句轻飘飘的不像男生，他从小听到大，听了整整10几年。12岁那年，别的小男孩都在变声，他的嗓子却没怎么变，声音细一点，说话软一点。就因为这个，他直接成了全班甚至全校的笑柄。别人给他起外号，指着鼻子叫他娘娘腔。你想想，一个小男孩正是自尊心最敏感、最脆弱的时候。别人下课去操场上打篮球、疯跑，他只能一个人缩在教室的角落里，连头都不敢抬。他喜欢唱歌，想练歌，但不敢出声。他只能躲在家里的厕所隔间里，因为那里有瓷砖的回音，听起来没那么孤单。为了防止声音传出去惹来嘲笑，他得把门缝底下死死地塞上纸巾。你要是真见过这种被孤立、被嘲笑的小孩，你看着他那种小心翼翼、怕得罪人的眼神，你真的下不去嘴管人家叫娘炮。后来他觉得自己可能真的不适合吃唱歌这碗饭，就跑去乌克兰学医。在异国他乡的3年，语言不通，孤独感常常把他淹没。他一边啃着厚厚的医学书，一边在 B 站上偷偷发翻唱视频。
他的账号头像永远是个黑影，死活不露脸。直到有一首歌播放量破了500万，底下一堆人留言求他露脸，看看庐山真面目，他回了一句：怕吓跑你们。这根本不是什么明星在搞欲擒故纵的人设，这就是一个从小被骂怪、被骂怕了的人，打心眼里觉得只要自己一露脸，大家就会觉得倒胃口，就会讨厌他。这个社会周围的人到底给他灌了多少恶言恶语，才能把一个原本该阳光灿烂的少年逼得这么自卑，这么小心翼翼？好不容易他咬着牙回国转考音乐学院，结果老天又跟他开了个残酷的玩笑。声带肠小结必须开刀做手术，懂行的人都知道，歌手声带动刀子基本就等于把饭碗砸了。刚拆线的时候，医生让他好好休养，别人也都劝他歇着，可他呢，嘴里咬着棉球，硬生生的练气泡音。医生警告他，要是再破一次，嗓子就彻底废了。他不管，照练不误录一首新歌，他能重录37遍，连换气、喘气都得精准的对上节拍。调音师都说他这是在拿命算节拍。这股子把自己往死里逼得很近，哪点不爷们？这叫拿命换饭吃，这叫对得起舞台，对得起喜欢他的人。咱们再回过头来看看这次武汉演唱会上被骂上天的造型，后来粉丝把后台的设计图甩了出来，大家才看到真相。那件被键盘侠喷得体无完肤的粉色礼服，上面的刺绣用的是极其费工的苏绣水纹针法，袖口的暗纹绣的是《山海经》里鲛人的鳞片，在灯光下泛着细腻的光泽。那个被嘲笑幼稚的猫耳朵，其实是配合特定歌词和舞台灯光效果设计的道具，是为了让整场演出的概念更完整，人家团队实打实的琢磨了好几个月，想把传统文化和现代舞台做个融合。结果到了那些键盘侠嘴里，连2秒钟的思考都不需要，直接给你定性成恶心。他们用的词汇还是10年前骂那些早期男团时用剩下的烂词，毫无新意，只剩发泄。现在网上的这股风气真的是挺邪门的。几张专门挑准了角度，带着恶意的截图，就能给一个人判死刑。只要画面里带点粉色，带点蕾丝，立马一顶破坏底线的大帽子就扣下来了。没人关心前因后果，没人愿意花时间去看完一场完整的演出，甚至没几个人知道当天那个闷热的场馆里到底热晕了多少人。大家懒得看过程，翻个白眼，敲3个字，转身就走，留下那个在台上流汗的人被挂在互联网的电线杆上示众。其实社会压力大，大家心里都累。很多人之所以喜欢听他唱歌，喜欢他那种干净空灵的嗓音，是因为在那些瞬间，他们觉得被安慰到了，心里的那些郁闷和委屈终于找到了一个出口。他的声音是很多人生活里的避风港，是疲惫生活里的一点甜。可滑稽的是，一转身上了网，有些人立马就换上了钢铁直男的面具，敲着键盘大骂男的怎么能穿成这样，男人就该有个男人样，这种自我打脸的戏码天天在评论区里上演。他们一边享受着他声音带来的治愈，一边又用世俗的、刻板的尺子去丈量他的外表，仿佛男性就必须是粗犷的、灰头土脸的，一旦精致了、柔和了，就是犯了天条。说到底，到底是谁规定了男的就不能穿粉色？谁规定了不能在舞台上搞点不一样的视觉效果？这又不是上阵拼刺刀，非得灰头土脸才叫勇敢。一个人穿粉裙子，不耽误他是个业务抗打的专业歌手；一个人声音细一点，也不耽误他能撑起一场几万人的巡演，不耽误他在33度的高温下对观众负责。真正没底线的是那种用偏见去攻击别人努力的人。那些在键盘背后一口一个没底线骂得最凶的人，如果把你扔进那个33度空调坏掉的体育馆里，让你站着2个小时，你可能连气都喘不匀，早就找个阴凉地方坐着了，更别提连唱带跳2个小时了。周深这次不过是又成了一个被架上去的活靶子，他的双眼皮贴是被他自己的汗水冲掉的，那是他努力的痕迹，是他对舞台尊重的证明。可网络上那些轻飘飘的伤人的恶意，又是被什么东西喂大的呢？是偏见？是嫉妒？还是单纯的无聊？一个凭真本事吃饭，在高温下敬业干活，把最好的状态留给观众的人，和一个躲在空调房里吹着冷气，靠截几张图就到处骂街的人，咱们静下心来想想，到底谁才更没底线？